想小試牛刀得1萬蚊去到做投資，究竟又有咩嘅投資選擇呢？各位投資新手，雖然1萬蚊就的確係唔多嘅，咁但係啦，如果你係有諗過將呢一筆錢去做投資，而唔係走去食大餐或者係買包包嘅話，恭喜你，你已經邁向財務自由嘅重要一步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凡事咧都係要由低開始做起嘅，而當然啦，累積財富咧都唔例外啦。咁所以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除咗買股票之外，3種用1萬蚊投資嘅方法。咁希望咧係俾大家係一個參考嘅。房地產信託基金簡稱為 REITs 咧，係一個專門經營出租物業嘅企業啊。所持有嘅物業咧，可以係一啲嘅商場啦、辦公室、酒店、停車場，甚至係一啲數據中心同埋物流嘅倉庫等等嘅。投資 REITs 嘅好處就係講緊佢嘅投資門檻比起買實體嘅房地產係低好多嘅。依家普遍嘅香港上車盤咧，都閒閒地講緊係至少幾百萬啊。但係買 REITs 咧，就只需要幾千蚊就可以間接咁樣去到買一啲嘅房地產啦，去到收租，去到賺一啲嘅被動式嘅收入。另外值得留意嘅係，根據證監會嘅要求，REITs 咧係必須要將最少90% 嘅盈利咧係以股息係定期派發俾投資者嘅。咁所以，除非呢啲 REITs 喺嗰一年係蝕錢嘅話，派息方面，投資喺 REITs 會係相對比起其他收息股係有一定嘅穩定性同埋保障嘅。目前香港其中最出名嘅 REITs 就係823領展啊。而早前我哋有出過片去到詳細分析領展呢一間嘅公司啊。咁領展其實主要嘅業務啦，就係講緊佢係會投資同埋管理唔同嘅物業組合啊。包括係零售商場、停車場同埋辦公室嘅公司嘅物業啦，主要喺香港啦。咁但係近期啦，都見到領展咧都有積極去到發展喺其他地區嘅物業啊。咁包括喺呢個中國啦、英國同埋悉尼嘅。咁就因為領展啦，主打都係一啲民生嘅商場，咁所以喺租金收入方面咧都係非常之穩定嘅。咁再加上咧喺通貨膨脹嘅情況底下，物業嘅價格同埋租金嘅收入咧，都會係隨住通貨膨脹咧而係上升嘅。咁所以尤其依家經濟將會踏入加息週期嘅情況底下咧，投資喺 REITs 咧係一個唔錯嘅方法啦，去到對抗通脹嘅。雖然有留意新聞都會知道，近期市場咧就傳話中央政府係要求香港嘅地產商去到幫手解決香港住房短缺嘅問題，都影響到領展股價嘅表現啊！但係我認為呢一個消息對領展嘅影響啦，係冇市場想象中咁嚴重啊！咁就因為頭先都提到啦，領展咧係主要經營一啲嘅商場啦，同埋辦公室為主嘅，而唔係一啲嘅住宅啊！咁所以我認為啦，領展係俾市場誤炸嘅一個 REITs 嚟嘅。目前領展嘅每手股數咧係100股嘅，咁以現價去計算嘅話，投資者只需要係6725蚊咧就可以入場㗎啦。另外喺收息方面，依家嘅息率咧就大約係喺4.3%，而根據翻領展以往嘅收益率嚟講咧，我認為依家領展嘅位置啦都算係幾吸引嘅。ETF 中文稱之為交易所買賣基金，係一個追蹤住指數、商品或者係唔同行業嘅一個嘅投資工具嚟嘅。ETF 嘅投資方法啦，其實基本上就同呢個股票嘅操作係一模一樣嘅。咁都係可以透過唔同嘅銀行或者係證券商去到做交易。近年嚟，因為 ETF 嘅興起，市面上已經有越嚟越多唔同種類嘅 ETF 喺度俾投資者去到選擇。但係講到最受歡迎嘅 ETF 啦，都係一啲追蹤住股票指數嘅 ETF 啊。當中啦，如果平時有睇開我影片嘅朋友都會知道，我最極力推薦俾大家嘅咧，就係呢個追蹤住美國 S&P 500指數嘅 ETF 啊。就用 VOO 呢一隻 Vanguard 領航發行嘅 S&P 500 ETF 去做一個例子。
投資者只需要用到大約400蚊美金，即係大約3000蚊港紙咧，就可以買到1股㗎啦。只要投資者買咗呢一隻嘅 ETF， 就可以輕輕鬆鬆咁樣將資金咧係分散投資喺美國500間最大型嘅企業。而我最中意呢一隻 ETF 嘅地方啦，就係講緊佢係會因應翻每間公司嘅市值大小咧，而係去做一個嘅分配嘅。咁就例如 Apple 嘅市值咧係比起 Facebook 係大嘅，咁所以 Apple 喺 VOO 嘅比重咧就會相對比起 Facebook 高啦。ETF 嘅好處一來咧就有一個分散投資嘅效果。投資者係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咧去分析個別公司嘅股票啊。咁二來咧，佢嘅投資門檻啦都係好低啊，而且佢嘅收費都係非常之平，所以都好適合一啲資金唔係太多嘅投資者嘅。咁如果你係想了解更多關於呢一個美國 S&P 500指數嘅 ETF 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啦可以撳翻右上角嘅感嘆號啊，去到參考翻我之前拍嘅分析影片嘅。咁雖然我最推薦俾大家嘅咧，都係一啲追蹤住美國大盤指數嘅 ETF 為主嘅。咁但係其實市面上啦都有好多其他嘅 ETF 係俾投資者去到選擇。咁就例如一啲追蹤住商品，例如石油、黃金，甚至係農作物價格嘅 ETF， 同埋一啲追蹤住個別行業板塊嘅 ETF 啦。咁就例如追蹤住美國科技指數嘅 ETF QQQ 啦，又或者係追蹤住恒生科技指數嘅 ETF， 咁都係可以值得去到參考嘅。但係要留意翻啦，就因為頭先介紹嘅 ETF 啦，都係集中投資喺一啲科技公司嘅，咁所以嗰個嘅風險水平啦就會相對比較高。咁就例如中國科技公司啦，近呢一年嚟講咧，就因為受到一連串嘅反壟斷嘅政策影響啦，都令到相關嘅 ETF 咧都係跌咗唔少嘅。所以喺投資 ETF 之前啦，都要根據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埋自己嘅投資目標啦，去到選擇翻適合自己嘅 ETF。最後今集會介紹大家用1萬蚊投資嘅方法啦，就係投資落一啲主動型嘅基金啊。咁雖然坦白講啦，我自己咧就比較少買呢一類型嘅基金啊。咁主要啦都係投資落一啲嘅 ETF 啊、股票啊，或者頭先提到嘅 REITs 為主嘅。咁但係基金方面啦，都有佢嘅好處嘅，就係有專業嘅基金經理去到幫你做一啲嘅投資配置嘅。咁一般頭先提到嘅 ETF 啦，都係用到被動式嘅投資方法，咁都係追蹤住某啲嘅股票指數啦，或者係商品嘅價格為主嘅。但係基金啦就會透過主動式嘅投資方法啦，去到嘗試跑贏大市嘅升幅嘅。咁投資者咧係會將錢係交託俾基金經理去到幫佢哋管理啦，同埋做投資嘅。咁以往要買呢啲基金嘅程序啦，都係比較繁複啲嘅。咁好多時啦都要透過銀行入邊嘅銷售員啦，先可以係接觸到嘅。咁而且咧，投資喺呢啲嘅基金嘅最低投資門檻啦，都係比較高嘅。咁但係隨住呢個金融科技嘅發展咧，依家投資者都已經可以自己直接去到唔同嘅投資平台啦，去到選擇唔同嘅基金啊。咁就以富途作為一個例子啦。咁依家除咗可以喺富途牛買到股票同埋 ETF 之外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呢啲主動型嘅基金。咁只要打開富途牛嘅 App 咧，咁啊撳落下邊嗰個理財嘅掣，再撳落基金排行，就可以見到有股票型、債券型、混合型同埋貨幣型基金咧，係可以俾投資者去到選擇嘅。投資者亦可以喺個 App 度應用翻自己想投資嘅主題啦，同埋嗰個嘅風險水平，去到篩選你想投資嘅一啲嘅基金嘅。咁就例如，如果我係對能源呢一個板塊係有興趣嘅話咧，咁就可以見到有幾款嘅能源嘅基金啦，係俾我去到選擇。咁如果我係對呢一隻貝萊德嘅世界能源基金係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選擇用買入或者月供嘅方式去做投資嘅。而喺富途買基金嘅最低門檻啦，就講緊只需要係100蚊美金，即係大約800蚊港紙咧，就可以入到場㗎啦。咁就因為市面上啦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基金啦，係俾投資者去到選擇。
咁所以喺投資之前咧，最好咧都係睇翻基金嘅月報資料啊，去了解翻基金嘅投資目標啦、過往嘅投資回報同埋佢哋嘅主要持股嘅，咁再因應翻你嘅風險承受能力，去到選擇翻適合你嘅基金。最後講起投資，如果你係想獲得1000蚊嘅股票現金券，獲得一世港股免佣嘅優惠，同埋100蚊嘅超市現金券嘅話咧，就可以喺呢個富途銀行度開戶啊。咁根據翻下邊 description 嘅指示啦，就輸入翻呢一個嘅優惠碼，就可以獲得相關嘅迎新優惠嘅啦。另外，我哋和你讚最近就推出咗一份新嘅免費股市月報啊！有興趣訂閱嘅朋友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咁落條 Google Form link 度填翻你嘅名同埋電郵地址就得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又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讚。